我倾家荡产买下城里所有的甘蔗，城里百姓都说我是傻子一个，我爹更是骂我是败家子，将我暴打一顿。可是我觉得自己即将要名利双收，只因为我穿越来到古代，成为大唐开国名将张重远的二儿子张彦慈。没成想我爹是个大清官，家里一穷二白，可偏偏我这身体原主是个败家子，更是把皇帝赏赐给老爹的玉佩都给当了去找乐子。没想到刚穿越过来的我竟是这种口碑，可不能就这么委屈自己，得想办法赚钱赎回玉佩。于是带着仆人张福来街上寻找商机。这街上的店铺有卖蜂蜜的，有卖麦芽糖的，还有大量卖甘蔗汁，可就是没有卖糖的。这让我想到现在的大唐好像没有卖白糖的。我问身边仆人：“福生啊，你平常吃糖吗？”张福听了愣愣地说：“糖，少爷说的是麦芽糖吧？吃过甜甜的，俺可爱吃了。”我听了纠正说道：“我是说你吃没吃过那种块状的糖？”张福有点迷惑道：“块状的糖，少爷说的不会是石蜜吧？那俺可吃不起，那东西太珍贵了，听说皇帝陛下都不常吃得到，那东西西域才有。”闻言，我领着张福在整个东市转了转，发现确实如此，整个东市都没有专门卖糖的，偶尔在几个胡商开的店铺看到所谓的石蜜，也是一种褐色的块状物。问了一下价格，卖的贼贵，竟然高达100文1两。没错，就是1两，而不是1斤，因为糖这玩意在大唐属于奢侈品，以前都是西域的一些国家进贡才有，现在只有胡商手里才有。而大唐的百姓平常想吃一些甜的东西，要么弄点蜂蜜，要么就是用稻米制作成麦芽糖来满足对甜的需求，就这还不是人人都能享受得到。而现在这个世界，长安的百姓最追捧的饮料竟然是甘蔗汁，我心里一阵激动，发财的机会来了。大唐到现在竟然还没有制糖技术，唐朝竟然无糖，这怎么可以呢？福生，咱们赶紧打道回府，少爷我要发财了。我从后门溜回到邹国公府，就直奔书房找自己的老爹张重远。此时的老爹也正在屋里头疼，看到我进来不由得脸一沉：“不是让你禁足反省吗？怎么来老子这了？”我一看老爹，心说这老头有心事啊，怎么脸拉这么长啊？看来要钱创业的事得缓缓了，得先探探口风。本着撞啥不撞枪头的原则，我立马谄媚的笑道：“看您是有心事啊，为啥是烦心呢？说来让儿子给您分分忧，顺便儿子再给您商量个事。”老爹听了不屑的哼了一声：“就你还分忧？你能不气我就求之不得了。”我一听不乐意了，感情还这么瞧不起人啊，立马拍着自己的胸膛说道：“爹，孩儿早就改过自新了，以前不懂事老惹您生气，现在大了可以替您分忧了，有啥烦心事说来听听。”老爹听了心里一暖，没想到这二愣子竟然知道心疼自己了，便挤出一点笑容说道：“你既然有心，那老夫就说说，其实也不算是什么大事，顶多倾家荡产而已。”我听了倒吸一口凉气，这老张也太大条了吧，都要倾家荡产了还而已。只听老爹忧愁的说道：“晏慈啊，这次为父可算是丢人丢大发了。今岁陛下任命我为襄州都督，我到任后看到当地的甘蔗与其他州府的甘蔗不同，其皮为黑，就弄了一些给陛下尝稀罕。谁知道咱们这位陛下竟然特别喜好甜的，一尝这黑皮甘蔗，顿时龙颜大悦，不仅赏赐了为父1块玉佩，还说此类甘蔗当为甘蔗中的翘楚，应该多种点，大力推广，让大唐的百姓都吃到才行。”为父当时听了脑袋一热，回去就下令扩大了种植，把不能种粮食的地方全都种上了甘蔗。为了推广种植甘蔗，为父对襄州的百姓说：“这黑皮甘蔗是陛下都夸赞的，长安百姓更是喜欢，能挣大钱的。”可等到甘蔗成熟，为父才发现各地的货商早就将南方的甘蔗搬运到长安来贩卖，长安的百姓早就喝上了甘蔗汁。襄州的甘蔗虽然比较优质，可老百姓不管这些，只要能榨出甘蔗汁就行。这一下为父推广了，襄州黑皮甘蔗就大量滞销，到现在还都在地里储着呢。襄州的老百姓都快恨死为父我。一大口气说完，老爹在那忧愁的叹息，我此刻听得却两眼发光，激动的说道：“你说的是真的？襄州的甘蔗真的产量过剩，到现在都没人收？”老爹郁闷的点头说道：“可不是没人收，现在听说襄州的百姓天天堵着衙门要说法，现在就连陛下都知道，今天早朝还把为父叫去训斥了一顿，让为父自己想办法解决这事，解决不了就把咱们都发配到襄州砍甘蔗去。”我耐住激动的心情问道：“爹，怎么不利用水运把甘蔗运到长安来？这样一来成本会降很多的呀。”老爹听了叹了口气说道：“你当为父没这么做吗？为父头几天还求了陛下的旨意，用水运把襄州的甘蔗运来长安了，可那甘蔗实在太多了，长安城的百姓也不能顿顿都喝甘蔗汁吧？现在渭水码头上还停着2船甘蔗呢，价格跌得没人买呀。”我此刻听了忍不住的就想仰天大笑，可怕老爹削自己，就赶紧平复了一下心情说道：“爹呀，这下咱们老张家要发大财了。”老爹听了冲着我的脑袋就是一巴掌：“你个二愣子，你不是说要替为父分忧吗？现在竟然幸灾乐祸，是不是皮痒了？”我忙拦住老爹伸过来的手说道：“你知道石蜜吗？”老爹听了一愣，搞不懂他怎么扯到石蜜了，没好气的说道：“石蜜为父当然听说过了，不仅听说过还吃过呢，陛下赏赐的。”我继续问道：“那爹觉着这石蜜珍贵不珍贵？”老爹疑惑的说道：“这不废话吗？听说这石蜜来自极西之地，只有西域各国偶尔才会进贡一点，或者西来的胡商会贩卖点，价格贵的离谱。”“不是，说甘蔗的事，你怎么扯到这上面来了？”我听了嘿嘿一笑，然后双手往身后一背，脑袋微微上扬：“你说咱们要是能把这甘蔗变成石蜜，会是个什么景象？”老爹发出一声嗤笑，我听到声音心里满意的点点头，看来在老张面前装叉成功，还不赶紧对你儿子奉上美妙赞扬。就听到耳边传来一股掌风，老爹含怒出手：“老子打死你个龟孙儿，又犯二愣子病了是不？”噼里啪啦一顿狂揍后，老爹心情舒畅的坐回了原位。我可怜巴巴的猫在书房一角，心里有1万匹羊驼在奔腾。什么人啊，上来就打人，讲不讲理了呀？老爹整理了一下自己的美须后，眯着眼说道：“清醒一点了没有？你个二愣子，大白天的说疯话，竟然敢说甘蔗能变成石蜜，你想屁吃呢？”我撅着嘴说道：“我说的是真的，我真能把甘蔗变成石蜜，你咋就不相信我呢？”老爹揪着自己的美须不耐烦的骂道：“我信你奶奶个腿，赶紧滚，别在这碍眼了，老子这正头疼呢。”我立马摇头说道：“那不行，这么赚钱的好机会咱们怎么能放过？爹你就信我这一嘴。”
次，那些滞销的甘蔗咱们都要了。老爹听了差点没被气死，心说这娃咋就这么愣呢？怎么一点也不随自己啊？都要了，你知道那甘蔗有多少吗？要是都要了，把咱们家卖了都不够。我想说服老张，继续不死心的说道：你听我说，这甘蔗咱们得抓紧收购了。您想想，这次可是因为当初您拍陛下的马屁没拍好造成的。现在那么多的甘蔗烂在地里，堆在渭河码头上，陛下能不怪罪您吗？而且您刚才也说了，陛下说要是您处理不好这个事，就让咱们全家去襄州砍甘蔗。既然横竖都是个死，那您咋就不让我试试呢？老爹说道：燕慈啊，不是为父不信你啊，实在是你说的太荒谬了。你以为那石蜜是甘蔗汁这些玩意吗？随随便便就能折腾出来？那石蜜的制造技术全大唐的人都不会，听说那是天竺国的工匠才懂的。咱们陛下也是喜爱吃甜的，几次都派了人去学习，人家的石蜜技术都不得逞。你现在跟我说你会用甘蔗造石蜜，这让我咋相信你啊？我心里也是一阵郁闷，总不能说白嫖后世的技术吧？石蜜什么玩意的粗制糖根本没看在眼里，自己的目标是白糖好吧？难道馒头蘸白糖，他吃着就不香吗？我见老爹还是不同意，也是无奈，看来得拿出真金白银的东西来才能说服老爹。于是我便开口说道：既然您不信，那您先给我一点钱，我买点甘蔗榨汁喝总可以吧？老爹听了脸皮忍不住一抖，他现在有点不能听甘蔗这个词了，没别的，就牙疼。一会你去找管家，让他给你拿2罐钱。我一听生气，这是什么爹啊？自己是亲生的吗？就给2罐钱，真拿自己儿子当叫花子打发了呀？不行，最少给我50罐。我伸出5个指头说道。老爹忍不住破口大骂道：你个二愣子，你知道50罐能买多少甘蔗吗？你想拿甘蔗当饭吃啊？我理直气壮地说道：爹，这就是您的不对了，您一拍脑袋让襄州百姓种了那么多甘蔗，现在我要钱买点甘蔗榨汁喝，你好意思不给吗？这话对的老爹竟然无言以对，反驳不了啊，就同意了我的要求。我拿了钱就回到了自己的小院，把钱给了张福，吩咐他派人赶紧去买甘蔗。等到甘蔗买回来，我找来几口大锅，然后在府上找了几个会榨甘蔗汁的下人，让人把买来的甘蔗全部剁了熬成甘蔗汁。几天后，买回来的甘蔗全部熬成之后，我没让他们停，继续熬制。等甘蔗汁熬制成糖浆后，就该我出手了。因为目前全大唐的人基本都知道，甘蔗可以熬制成蔗糖汁，他们叫糖浆，但就是不会把液态蔗糖固体化。固体化的就是他们说的石蜜。本来我想直接弄白糖的，我太怀念前世的馒头沾白糖了。可是，一想到那需要好几道工序，时间上来不及，我决定先直接白嫖从印度学来的熬糖法，大部分的制成石蜜，剩下一小部分秘密派人按照指点熬炼白糖。毕竟我不能一上来就推出白糖这个终极产品，那样岂不是少赚很多钱？一连好几天我都在忙，一直没出自己的小院。整个邹国公府的人私下里都说自己家的二少爷又犯二愣子，整天躲在自己院里喝甘蔗汁。老爹几次下朝回来都没看到我，就忍不住把大儿子张彦昭叫来问道：燕慈这几天忙啥呢？怎么看不到人影？张彦昭说道：听府里的下人说，二弟这几天带着一帮子下人，一直在他自己的院里榨甘蔗汁喝。这个二愣子还真把钱都买了甘蔗榨汁喝，也不怕苦死他，整天的不务正业。看来不能指望他能像你一样肯读书上进。老爹望着我的小院方向，那里正在冒着烟。张彦昭苦笑一下，他也拿自己这个二弟没办法，竟然买了那么多甘蔗榨汁喝，真是个二愣子。算了，不管他了，只要他不出去惹事，随他折腾去吧，只要别把这府给我烧了就行。这几天为父也是头疼不已。张彦昭又问道：爹，甘蔗滞销的事还没解决吗？朝堂上怎么说？张重元脸色一沉，还能怎么说？陛下说种的时候，一帮子人都说陛下圣明，鼓动老子多种，等到现在滞销了，都特么一个个说是老子的错，想让老子一个人背锅。张彦昭听了大吃一惊，他们怎么这样啊？那陛下怎么说？老爹苦笑着说：陛下想做圣明天子，当然不愿意看到自己的百姓受苦，所以这锅估计是老夫背定了。彦昭啊，估计这次咱家可能得大伤元气啊！他们竟然吃相如此难看，难道都见死不救吗？老爹正色对张彦昭说道：彦昭，你要记住，官场上一向如此的，你以后会懂的。张彦昭若有所悟的点头受教。好了，不说这些了，走，跟为府一起去看看这个二愣子，看他为了喝个甘蔗汁，把府上搞得乌烟瘴气的，看我怎么收拾他。老爹整理了一下情绪，领着张彦昭往我的小院走来。一进我的小院，张重远就看到我正蹲在一口大锅前傻乐，他气得指着我大声骂道：在哪发什么神经呢？我被突如其来的声音吓了一跳，扭头一看老张，立马屁颠屁颠的小跑过去说道：爹，大哥，你们来的正好，快来看看这是什么。张重远忍着怒气皱着眉问道：什么？我叫张福拿过一个盘子，从锅里盛出一些块状细白色的固体物，你瞧瞧儿子熬制出的石蜜如何？张重远低头看了看，疑惑的问道：这是石蜜？你当老子没吃过石蜜吗？你个二愣子，石蜜明明是黑褐色的，品质上乘的是黄色的，你这不黄不白的是什么玩意？我心中那叫一个万马奔腾啊！历史上不是说自己这老爹有勇有谋，智谋过人吗？怎么到我这就这么个样子？爹，这真是石蜜啊，就是我说的糖，不信你们尝尝看看。我说完就拿起2小块，递给了张重远和张彦昭。只见张重远半信半疑的接过，伸出舌头舔了一口，甜，真甜。彦昭你也尝尝，果然甜得很啊！爹，这是张彦昭发出的陶醉声，这下你们信了吧？我说能造出石蜜就能造出石蜜。我赶紧打断二人的陶醉说道。张重远听了，赶紧把盘子抢过来问道：这不黄不白的石蜜从哪弄来的？这品质可比陛下以前赏赐给为父的强很多啊！我一甩头发傲娇的说道：这当然是从甘蔗中提炼出来的。张重远震惊的问道：如此上乘的石蜜真是你从甘蔗中提炼出来的？您难道没看到墙角堆放的那些甘蔗渣吗？再说了，不信你问张福。张重远往墙角一看，那里果然堆放着一堆甘蔗渣。张福你过来，这石蜜真是从这甘蔗里提炼出来的。张福一脸崇拜的望着我说道：老爷千真万确啊，这石蜜真是少爷从甘蔗汁里提炼出来的，小的可以拿性命担保。闻言张重远激动的差点没把自己的美髯须揪断，好得很啊，没想到吴儿竟然有如此手段。张彦昭也是激动的小手发麻，如此说来，咱们就可以将此法大力推广，甘蔗不会再滞销了，同时也让我
我大唐百姓都学会这项技术，都能吃得上食蜜了。我差点被气得没把自己掐死，自己这大哥脑袋瓦特了，还是读书读傻了？这还是勋贵子弟吗？不是应该首先想到的是垄断市场，闷声发大财吗？怎么会想着让别人白嫖自己家技术？大哥淡定，听我说，你可不能这么干啊！这可是咱们老张家的发财之路啊，可不能这么白白的贡献出去，我可还指望着这个发财呢。张崇远像看白痴一样的看了一眼自己的大儿子，燕昭啊，你以后不能老躲在书房里看书，没事多出去转转行啊！你拿着这盘食蜜去后院看看你三弟去吧，让他也尝尝这食蜜。张燕昭听了一阵尴尬，知道自己刚才一不留神说错话了，就赶紧端着盘子走了。等张燕昭走了，张崇远说道：“燕慈啊，难怪你要为父把滞销的甘蔗都收了呢，这样甘蔗滞销的问题解决了，而咱们又能用这甘蔗提炼出食蜜，转而再销售出去，获取利益，端地是一箭双雕啊。只是你这食蜜较西域进贡的食蜜不同，而且这食蜜寻常百姓可吃不起，你这能卖得出去吗？”张崇远疑惑地问道。我反问道：“寻常百姓当然吃不起，可满长安的达官贵人、将门勋贵、皇亲国戚吃得起啊，咱们是要卖给他们的，可是这能行吗？”张崇远心里没底，肯定没问题的，咱们这食蜜肯定会大卖的。我豪气冲天地说道。张崇远看着自己这愣儿子，心中一震，自己这儿子不是二愣子吗？什么时候变得如此豪迈了？不对，这小子应该还是二愣子。二愣子做事往往都不会考虑啥后果，肯定是这样。不过这食蜜看着确实比西域进贡的好，应该没问题的。于是张崇远便把我叫到一边，详细的了解了这食蜜的制作过程，成本如何，参与炼制的人是否可靠，以及在哪生产，并让我回头把炼制的过程写下来，他要当成秘方藏起来。我看到张崇远如此谨慎，心里忍不住发笑，这老张怕是不知道几年后李二舅会把这熬糖法从天竺人手里学过来，竟然还当宝贝藏着。不过我不怕，因为我手里还攥着白糖这个杀手锏嘛。聊完后，张崇远往嘴里含了一小块食蜜，说道：“果然依旧是美得很，老爹，你看咱们是不是明天就开始收甘蔗？”我在一旁小声问道。张崇远叹了口气说：“为父也想收啊，可咱们张家没那么多钱啊，拿什么去收啊？难道拆房卖地的去收吗？”我眼睛一亮，您真是机智如妖啊，竟然跟儿子想的一样。对，咱们就是要卖地收甘蔗。张崇远看了看我，确定这还是自己那个二愣子儿子，还以为炼出了食蜜会变呢，看来没有，你果然还是个二愣子。那地是随随便便能卖的吗？那是败家子才干的事，你是想让你爹我当败家子是不是？我忙说道：“你别生气，听我解释，你不是说没钱吗？而且就算有钱，咱们也得卖地来收这甘蔗。”张崇远诧异地问道：“怎么讲？咱们现在还不能让人知道咱家会制食蜜，不然那些货商听了还不得坐地起价？现在不是正好陛下怪罪您把甘蔗弄得滞销的吗？可陛下又不能直接把责任全甩到您头上，因为您是大功臣啊。那您明天就上奏陛下，就说这次全是您的错，咱们张家愿意卖地来收这些甘蔗，不会让百姓受损失。你想想看，陛下要是听了您这话，肯定龙颜大悦，还得说您是肱骨之臣。”这一番话只听得张崇远两眼发光，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我说道：“你这二愣子原来不傻。”我没好气地回了一句：“愣和傻不一样好吗？”却见张崇远又含了一块食蜜，大声笑道：“美得很，美得很啊！”翌日，我等张崇远上朝去后，我便让张府把管家叫了过来。管家张陆安一到，我就开门见山地问道：“陆安叔，咱们府上有多少地啊？”张管家一愣，搞不明白自己家这少爷怎么问起这个，但还是如实的回道：“回二公子，咱们邹国公府在长安城外有地26000亩。”我想也没想的就说道：“这些地都给我卖了去，全部换成钱。少爷，我要买甘蔗。”张管家吓了一大跳，心里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自家这二少爷怕不是又犯愣了吧，连忙着急的劝道：“二少爷，这地不能卖啊，这甘蔗更不能买啊！您要是真的把地卖了买甘蔗，那咱们邹国公府就成了大笑话，那可真是要被全长安百姓笑话死咱们！”我不为所动的说道：“我不管什么笑话不笑话，这地卖定了，指不定谁笑话谁呢。”张福也点头赞同的对着张管家说道：“爹，少爷说的对啊，指不定谁笑话谁呢，您就听少爷的，赶紧把地卖了吧。”感情这张管家是福生的爹啊！张管家听了上去就给了张福一个大耳刮子，怒气冲冲的骂道：“你个小兔崽子，少爷是个二愣子，怎么你也变成二愣子了？这地是能随便卖的吗？那是败家子才干的事情啊！那什么，陆安叔，这地就是我爹同意要卖的。”我精准的给张福的爹补了一刀。什么？老爷也同意要卖？不可能吧，老爷怎么能当败家子呢？张管家一副不可置信的瞪大了眼睛说道。一边的张福此时委屈的哭着，跟月子里的娃一样，这真是老爷同意要卖的，不是二少爷犯愣，您打得俺疼死了。张管家此时也眼睛红红的，咋就手一抖就下手这么重了？看把娃打的。可他转眼又想到我要卖地的事情，心里也是难过的不行。咱这邹国公府咋地了？老爷竟然也要卖地买甘蔗，这地没了，家不就垮了吗？说完，张管家眼泪巴巴的就往下流。我说道：“哭什么哭？咱们卖地是为了买甘蔗发财，这土地在那放着也是放着，又不会跑。等咱们卖了地，买了甘蔗赚了钱，再买更多的地就是了。你哭啥？应该高兴才对。”张管家一副你当我也是傻子吗？现在长安的甘蔗价格跌成啥样了？你跟我说卖地买甘蔗能挣钱？我看管家还想再说什么，心说看来不拿出二愣子的劲，这队伍不好带啊。行了，这地卖定了，谁要是再说不同意，看少爷我不剥光了他吊在树上的，让他知道花儿为什么这样红。吓得张管家赶紧闭嘴，不敢再说了。原因无他，自己这少爷是个二愣子，他真能干出这事儿，那就这样。陆安叔，你赶紧把咱们邹国公府卖地的消息散播出去，我想这长安城想买地的肯定不少。张管家低声应了一声，又小声的说道：“这事能不能等老爷下朝了我确认一下？”我摇头打断：“不能，等我爹下了朝就晚了，现在就卖，一亩不剩的给少爷我卖出去。”同时的朝堂上，张崇远快被御史们的唾沫给淹了，都是参他造成甘蔗滞销的。端坐在龙案前的李世民也是一阵头疼，看着站在下面被御史喷的张崇远也不好替他辩说，毕竟当初是他说这甘蔗好吃，张崇远才大力种植的。只是这个张崇远不是挺有智谋的，怎么这次就跟个二愣子一样，竟然种了那么多甘蔗？这玩意虽然甜，可也不
不能拿它当饭吃啊，那玩意吃多了腻得慌啊。张青啊，你可有什么要辩说的？李世民问道。只见张崇远上前一步，面容悲苦地说道：老臣无话可说。旁的御史一听这话，顿时化身疯狗一般，站出一个崔景行来就说道：邹国公无话可说，可臣有话要说。臣要参邹国公不体察下情，枉猜圣意，产上误下，强行让百姓种植甘蔗，造成甘蔗滞销，百姓苦不堪言，请陛下治其罪。按照平常张崇远听了这话，就是在李世民跟前也会送他一顿老拳，问候他全家。可想到儿子的发财计划，他硬是挺着忍住。而此刻李世民听的也是青筋暴起，心中怒火连连。什么枉猜圣意，产上误下，这是拐着弯的来骂朕的，不就是看到朕喜欢吃甘蔗多种了点？可这也算个事吗？你们这些世家难道真的吞不下这些甘蔗？你们这是故意给朕难看啊！可李世民也没法，这锅只能张崇远背啊。张崇远还没等李世民说完，就悲壮地说道：陛下，此次甘蔗都乃是老臣的愚昧无知造成，老臣愿一力承担。老臣打算将家中所有田产、土地卖了来收购滞销的甘蔗，保证不让百姓受一点损失。这一番话只听得李世民虎目泛湿，感动不已。看看什么是忠臣，这就是忠臣啊！自己作为天子，为了不让自己难堪，人家把错误全部揽到自己身上，说是人家做错了事，连辩解一下都不辩解，直接卖田卖地的来弥补啊！洪慎真乃肱骨之臣啊！李世民大声地说道。那崔景行还想再说什么，就见一旁跳出一个威猛大汉，一巴掌拍在他的脑袋上。还想干啥？人家老张都卖田卖地的把甘蔗全买了，问题都解决了，再搞事情，信不信俺老程把你脑袋拧下来当尿壶？敢在李世民跟前这么耍泼的，赫然便是卢国公程咬金了。李世民瞪了程咬金一眼，知节不得放肆。程咬金听了嘿嘿一笑，憨憨地笑道：抱歉，没忍住。洪慎啊，你一番忠心朕知道，可那可不是300-500斤的甘蔗，你真的要卖地卖田的来一人承担？李世民温和地对着这位几次都在关键时刻能站出来的老臣说道。张崇远点头称是，当然要全部收了，不然我儿子拿什么炼制石蜜赚钱啊？臣意已决，绝不食言。张崇远掷地有声地装了把13，真不愧为朕的肱骨之臣。来人传旨让皇后从宫中的内库挤出5000贯采买费用，赏赐给邹国公用以收购滞销甘蔗，朕怎可让轻独受？李世民心说：张青啊，朕只能拿出这么多帮你，朕也没钱啊。嘴快一时爽，爽完李世民有点肉疼了。5000贯啊，得买多少甘蔗让朕吃啊？张崇远立刻感激的痛哭流涕，臣谢陛下隆恩啊！这时程咬金听了眼睛一亮，老张啊，俺家也还有点钱，回头让俺家老二给你送过去，多少能帮上点忙。叔宝那边俺下了朝找他知会一声，想来他也会出一把子力的。李世民见这事解决了，就起身离开了。他得跟皇后要钱去，再肉疼也不能食言啊，自己可是金口玉言的。等李世民走了，跟张崇远关系深厚的尉迟敬德、房玄龄等几家天策府出身的老友也都出手相帮，这把张崇远感动的泪眼汪汪的。还是得一起战斗过的人给力啊！此刻如果我在这，一定会跳脚大骂：一群人精啊，这得分我多少钱啊？而其他一众人都一副看热闹的样子。邹国公府这下算是完了，竟然卖地买甘蔗，明天张家就会变成整个长安城的笑话。等到张崇远回到家，我都已经把地卖完了。他看着那些买了邹国公府地的人，临走时幸灾乐祸的样子，心疼不已。燕慈啊，这次咱们老张家可是把家底都投进去了，现在满长安的都在笑话咱们家，说咱们家一窝二愣子，你可不能坑爹啊！我满不在乎的说道：老爹，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吧，先让那些小人色一会，回头有他们哭的时候。张崇远听了拍了拍胸口，那就行，可惜了我的地啊！你爹我还是头一次学着败家子卖地，太刺激了，赶紧给我来几块石蜜压压惊，老夫受不了这个。老张这心理素质不行啊！我赶紧端过一小盘子糖放到他跟前，以后别石蜜了，叫糖。石蜜这名字听着容易让人有种大海的感觉。张崇远吃了一小块糖，不解地问道：此话怎讲？为何会有大海的感觉？莫非这石蜜跟海还有关系？得，这是有代沟啊，还特么1400多年的代沟。爹今天在朝堂上如何？我忙岔开话题问道。张崇远立马激动地将朝堂上的事情说了一遍，尤其着重讲了李世民夸他为肱骨之臣的那段。我没想到老张不仅力大无穷，会关大门，会带兵打仗，就连这桩可怜演戏也是如此功力深厚，不禁佩服连连。而当我听到后面李世民从内库拿出5000贯来援助，程咬金等几家也纷纷表态要出钱帮忙时，忍不住长叹一声：这几个家伙竟然特么的能预判我的预判。张崇远正眯着眼睛在那吃糖，听到我叹气：燕慈啊，你叹什么气的？这是陛下和你几位叔伯不忍心看咱家落难，真心帮助咱们应该高兴，要知恩图报。这是过来帮忙的吗？这都特么是来分钱的，关键一个个都还是大佬，惹不起避不开。反正我本来也没打算真的让邹国公府一家独占着大唐的糖市场，这里面的利润有多大，也只有我知道。要是真的敢独吞，那邹国公府就真的离死不远了。后世的沈万三怎么死的就是个例子，因为猪往往都是养肥了才宰的。老爹，我会记得陛下和几位叔伯的这份情的。刚说完，就见张福慌慌张张的跑了进来，大喊道：老爷，少爷不好了！我脸那叫一个黑啊！我这什么随从啊？你才不好呢，你全家都不好，我上去就是一脚。狗奴才，你嚎丧呢？什么不好了？不能好好说话吗？张福也不委屈，还一副这才是我的二少爷的样子，说道：是程小公爷和秦小公爷打上门来了。我一愣，打上门来了？爹，你不是说跟程咬金和秦叔宝关系好吗？怎么这俩货敢在我邹国公府耍横？走，跟少爷我去揍他们。说完，我领着张福就要叫人去干架，就听张崇远一拍桌子怒道：胡闹，岂有此理！我点头说道：就是啊，太岂有此理了！朝堂上说好了送钱帮咱们，转头竟然让儿子就打上门来了。不过爹不用怕，我这就带人去揍扁这俩家伙去。张崇远起身走到我身旁，对着我的屁股就是一脚。老子是说你岂有此理，挨了一脚我傻了，人家打上门来了，你怎么说我岂有此理，还踹我啊？呸！你还好意思说？还不都是因为你干的好事？我有点懵逼，不明所以的问道：我干的好事？老头你说啥呢？我
干什么了？就听张崇远怒气冲冲地说道：“你忘了，在这长安城，就属这程家小子还有秦家小子和你关系莫逆。你们3个小混蛋约定，各自去对方的家里时，必须要打进去才行。”我听了直接跪了。还有这事儿，这什么奇葩脑子啊？去对方家里竟然用打的方式，这是有多想挨揍？行了，还不赶紧去把人家迎进来？肯定是你程伯伯和秦伯伯让这俩小子来送钱的。张崇远揉着眉心，头疼的不行，他觉得自己还得吃块糖压压惊。奶奶个腿，哪有送钱是用打上门的方式送？我以前这主人是有多脑残？我出了门就看到2个身穿锦衣的人刚刚揍完我家里的家丁，正冲着我傻笑，言辞无地。为兄想死你了！我顺着声音一看，说话的人，只见说话的那人头戴红花，满脸胡须，差点没让我吐出来。这尼玛怕不是如花姐吧？怎么也穿越了？如花姐带花胡须难听了说道：“如花那是你在教坊司的小相好，为兄是你的大哥程潇啊，这个是咱们3弟秦朔啊，你不记得了吗？这身体的主人是有多愣啊？什么口味啊？竟然敢搞如花！燕慈兄，你忘了吗？这长安城就属咱们3个关系铁了，咱们3个不仅结拜成了异姓兄弟，还要在长安城混出名头呢。”一旁的小正太秦朔说道。我听了只想骂娘，结拜过咋了？结拜过就能打上门来吗？你们是打上门来的？我不悦地问道。程潇听了兴奋地说道：“贤弟可是刚才看到了为兄的威猛雄霸，为兄刚才可是没让自家家丁帮忙，一到你家门口，领着秦朔就是对着你家门子一通打，2打5，俺俩硬是没落下风。你就说爷们不爷们？爷们你妹啊！这货是想装13想疯了吧？想打人打你自己家门子去啊，打我家的算什么回事？”我无语地说道。程潇疑惑地说道：“燕慈啊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，这以前不是你说好的，咱们3个去对方家里时不许通报，要直接打着进去。你之前到我家和秦朔家，都把我们2家的门子打了一顿，还在我们俩跟前显摆。这次听说你家被逼得要卖田卖地的买甘蔗，我和秦朔就主动申请过来送钱，为的就是打上门来过把瘾。怎么你想食言？”程潇眼神不善地看着我，我呵呵一笑，看你说的，我张燕慈是那么小气的人吗？几个门子嘛，打了就打了，我爹在客厅等着呢，还不赶紧跟我过去？2人一听张崇远就在客厅，立马怂了。程潇说道：“那什么，我突然想起还有个什么事没办，现在得立马去。这是我家和秦朔家的钱，各1万贯，放院里了，我们就此告辞了，回头咱们长安3虎再好好聚聚。”说完让下人把钱往院子里一扔，领着秦朔就跑了。长安3虎什么鬼？我茫然地问道。只听张福小声地说道：“长安3虎就是程大疯子、张二愣子、秦3傻子。”我当场石化，打发走了程潇和秦朔，我让人把钱收好，就忧伤地回客厅见张崇远去了。那俩臭小子是不是跑了？嘿嘿，长安3虎，你们可真有出息。张崇远悠悠地问道。我狠狠地说道：“老爹，我以后不跟那俩傻子玩了，我怕被传染的自己也变傻了。”张崇远呸了一声：“你怎么不说是你传染人家那俩的？”这话对的我直接被暴击了10万伤害。这是自己亲爹吗？怎么这么说自己的儿子？好了，不提这事了。我来问你，这次买咱家地的是谁啊？竟然能这么快吞下这么多地？张崇远突然坐直问道。我说道：“好像说是什么崔家和王家的，我也没细问，看到人家直接拿出钱了，就把地卖给人家了。”张崇远听了吧唧了一下嘴，一副羡慕又心疼的说道：“没想到竟然是清河崔氏和太原王氏，到底是1000年的世家，财力雄厚啊！”我不屑的说道：“什么世家不世家的？今天他们买了咱们的地，过2天他们就会哭着回来求咱们的。”张崇远对我这话那是一点都不信，就当是我这儿子又犯2愣子。当下岔开话题，再次跟我商量了怎么收甘蔗、怎么炼糖的一些事情，就把这事完全交给我处理了，因为他后面都有点听不懂我在说什么了。接下来的几天，邹国公府卖田买甘蔗的消息就传遍了整个长安城，听说了吗？邹国公府竟然要把地都卖了，买了一堆一文不值的甘蔗。邹国公有那么傻，卖地买甘蔗，这不是败家子吗？谁说不是啊？我可都看到张二愣子领着人往渭河码头去了，听说那停着2艘漕运船，上面装的全是甘蔗，8成真是收甘蔗去了。张二愣子，你说的是哪个张二愣子？莫不是邹国公府上的那位张二愣子？可不就是邹国公府的那位张二愣子吗？这长安城除了他，还能有哪位能叫张二愣子？然而我对长安城的风言风语一点都不关心，我正的忙着收甘蔗呢。将渭河码头的2船甘蔗收了后，我就让人运到了自家在长安城外一座闲置的庄园内，然后采买置办了些熬糖用的工具和材料，又从张家的庄子上招募了一些可靠老实的张家子弟和闲置人员，然后我将这些人分组安置，哪些人碾碎甘蔗，哪些人榨甘蔗汁，哪些人加工熬炼除杂等。就这样10几年后才出现的熬糖法，悄无声息的在长安城外开始了。城外安排好后，我又领着张福把自家在长安城东市的一间铺子的生意都停了，开始重新装修，卖什么杂货，卖什么布品，统统低不要，回头都要给我卖糖。半个月后，等到铺子装修好了，城外庄子上赶制的第一批糖也出来了。我带着1车糖来到自家的铺子，迎接我的不是别人，正是我的狗腿子张福。张福把我迎进店里，指着一个中年男子说道：“这是咱家这间铺子的掌柜，叫吕松年，刚从魏州回来。”中年男子苦笑一声，上前弓着身子说道：“小人吕松年，见过少爷。”我看了一眼，摆摆手，吊儿郎当的说道：“不好意思哈，吕掌柜，趁你没在，我把铺子给停了，重新装修了。不过不是我说你啊，你看你之前卖的都是些什么玩意儿？什么布匹杂货的？开杂货铺能赚钱吗？长安满大街都是卖这些的，你这眼光不行啊，你得卖一下稀缺的东西，懂不懂？”吕松年听了真想唾我一脸唾沫，他搞不明白自己家这少爷放着好好的2愣子不当，跑到自己这店里瞎折腾什么。少爷说的对啊，可不卖杂货卖什么？哪有那么多稀缺的东西啊？吕松年苦着脸回道。我傲娇的一指身后的箱子说道：“咱们可以卖糖啊，就是你们说的食蜜。”吕松年一愣，卖食蜜？看来传闻是真的，自己家这2少爷果然是个2愣子，他以为这食蜜是大米了，随随便便就能弄到。吕松年正想再说什么，就见我让人把箱子打开了，他定睛一看，只见箱子里满是细白色的块状固体。公子，这是食蜜，就是你说的糖。我一边安排人卸货一边说道：“这叫糖，谁在叫食蜜？”少爷，我打断他的狗腿，好好
好的糖被你们叫的，老子有种漫天飞翔的感觉。而此刻的吕松年脑袋有点不够用了，这叫什么事？自己出去一趟，回来就被迫转行了，这是人干的事吗？少爷，这真是糖吗？小人记得糖不是黑褐色的吗？您这看着细白细白的，不像啊。吕松年问道。我听了不悦的打断道，哪那么多问题？你是10万个为什么？老子说是糖就是糖，赶紧的把糖给本公子在门口摆好，本公子紧着赚钱呢。我又吩咐吕松年马上安排每人带1小袋糖，给我一家一家的去街上的店铺，每到一家就给1块糖，并且说本店有优质食蜜销售。一众人听了没一点反应，我一看急了，都愣着干什么？没听到本公子的话吗？是不是都想卷铺盖滚蛋？只见吕松年一脸犯难的说道，公子，不是大家不听您的，只是这细白的玩意真的是糖吗？食蜜那么稀有的东西，那可是勋贵甚至陛下都不常能吃到的东西，您现在弄这么一大车来，跟小的们说是糖，这是不是有点？我一听明白了，感情这是我把这糖弄得有点过于好了，这些家伙对糖的印象还停在食蜜呢，这尼玛怪不得你们穷呢，典型的不肯接受新鲜事物嘛。我知道这种事没法解释，直接粗暴的说道，感情你们是不信啊？张福给他们一人嘴里塞1块糖，让这帮土鳖见识见识什么才是真正的糖。张福立马领命，首先掰开吕松年的嘴，给这老小子塞了1块糖。吕松年当时心中苦笑，完了，无命休矣，嘶，怎会如此之甜？这糖竟然甜得恐怖如斯，吕松年竟然感觉这辈子都没这么幸福过，这甜甜的感觉太让人陶醉沉迷了。此时吕松年已经彻底的被甜哭了，美得很，美得很啊，这糖真甜，公子，我们真的要发财了。其他人一看，纷纷把手中的糖塞进了嘴里，品尝之后都和吕松年的反应差不多，一扫之前的萎靡不振，一个个的摩拳擦掌的，恨不得替我肝脑涂地。我对吕松年说道，这下行了吧？吕松年一脸佩服的说道，公子真乃神人也。行了，别拍马屁了，一个个的别傻愣着，赶紧去发糖拉人吧。遇到不信的人，就按照本公子刚才的法子，直接给对方嘴里塞1块糖，听到了吗？不要怕挨打，做销售嘛，一定要有种不要脸的精神，这样才能拉来客户。都听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我满意的点点头，要的就是这种气势。大家听好，我也不来虚的，只要干得好的，这个月统统加钱。当下众人领命，就带着糖，气势汹汹地杀向了长安城的各个街道，像极了后世的跑保险的。等到众人都去揽客了，我便悠哉悠哉地躺在店里，等着客人上门。等着等着，我便睡了过去。然而此刻的长安城却好似出了什么事，只见一家家的店铺掌柜3个5个的都在追着一个个的小二模样的人在跑，边跑边喊道，俺美得很啊，美得很啊。这一幕可把长安的百姓给看懵了，搞不清楚是个啥情况。出于好奇心，竟然一个个的也跟着跑了起来。这一下可把巡城的金吾卫给吓坏了，还以为有人暴动造反了，吓得赶紧带着人就追。等到追到了，才发现一个个的竟然都跑到了一家店铺前。此刻我早已被嘈杂的声音给吵醒了，往外一看，吓了一大跳。只见一个个身穿锦缎的人两眼放光的瞅着自己，你们想干嘛？我有点怕怕的说道。只见一位富态的中年胖子红着眼睛急问，敢问公子这里可是有食蜜要卖，细白细白的那种？我点点头，对啊，怎么了？不知道公子能否允许在下再尝1块这细白细白的食蜜？之前由于着急没来得及细细品味这食蜜，我纠正道，在本公子这里不能叫食蜜，要叫糖，懂吗？中年胖子连连称是，可否再让俺们尝1块公子这糖？我满不在乎的一挥手，让张福端起一盘糖，先递给中年胖子1块，而后又分发给其他人。只见中年胖子小心翼翼地将1小块糖捧在手里，仿佛像捧着一件珍宝一样，仔细观看了半天后，再依依不舍地捏起来，慢慢地放在嘴边，然后伸出舌头舔了一下，就是这个感觉，美得很啊。其他人拿到糖后，也纷纷跟中年胖子一样，津津有味地舔着手里的糖。一时间，四周一片寂静，只剩下有一片吧唧声在回荡。看着我心里只犯恶心，这吃颗糖，你们特么的至于吗？竟然能让我有种呕吐的感觉。等到吃完了手里的糖，中年胖子才回过神来，知道自己刚才出丑了，尴尬地笑了笑。那不知公子什么时候开始卖啊？我等都想要。中年胖子继续说道，周围的人也都两眼发光地盯着里面。我笑着说道，不要着急嘛，大家排好队，一个个来，保证都有。中年胖子急忙问道，不知公子这食蜜作价几何啊？我仰头45度看天，开口说道，200文1两。中年胖子激动地问道，这细白如牛奶般的食蜜竟然只要200文？周围的人一听这个价格，都是精神一振，颇有暴走的倾向。如此上好的食蜜竟然只卖200文1两，这价格寻常百姓家当然轻易吃不起，可那些达官贵人吃得起啊。这食蜜在上层贵人的眼里可是比黄金还珍贵的。中年胖子听了立马喊道，给我来5斤。我听了一伸手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。中年胖子立刻从身后叫过一个下人，从他手里接过一个布袋，咣的一声就放在柜台上。那这是10贯钱，我立马让人收了钱，称了5斤糖给他。中年胖子拿到糖后，便急不可耐地挤出了人群。四周的人一看，都快要急眼了，一个个喊得嗷嗷的要买糖。没一会功夫，店里的糖便被抢售一空。刚刚回来的吕松年看到这一幕，激动的都哆嗦了，心脏扑哧扑哧的跳个不停。这一车可是500斤糖啊，就这一眨眼的功夫卖完了，这就赚了1000贯钱，发财了，这可比抢钱还快啊。此时整个店里的人都快疯了，因为糖卖完了。吕松年此时只有一个念头，公子断货了，快点再送几车糖来吧。我看着这个场面，眼睛微微眯着，嘴都快咧到后脑勺了。看到自己炼制的糖如此好卖，我就彻底的放心了。当下便让张福去城外的庄子拉糖去了。我没想到大唐的人居然这么喜欢吃糖，想想也是，在这之前人们想吃点甜的都是喝甘蔗汁，哪
能吃到这么精炼的糖？此刻店里虽然已经暂时把糖卖完了，可是没有买到的人还是不肯走，都围着吕松年要提前订货，忙得吕松年那叫一个焦头烂额。将一波客人打发完后，吕松年回头看着我崇拜不已。他在这之前还以为公子真的是个二愣子，怪我趁自己不在，在自己管的店里瞎搞。可现在一眨眼的功夫，他们就将糖全部卖完，却在为断货而发愁。公子真乃神人啊，小人真是有眼无珠，有眼不识泰山啊！吕松年惭愧地说道。我满不在乎地说道：吕掌柜说的哪里的话？像我这样惊才绝艳的人才，岂是你这样的凡尘俗眼能看得透？一席话听得吕松年恍然大悟，没想到自己公子的境界竟然如此之高。公子，这才第一天，咱们的糖就被抢光了，咱们得赶紧加大产量啊！吕松年想到生意上的事说道。我头疼地说道：你当我不想加大产量吗？可这熬糖全靠人力，还得保守秘密，一时间哪能培养那么多人啊？还得需要一段时间才行。而此刻，李世民正在宣政殿里召见张崇远、长孙无忌、房玄龄等几个心腹大臣。等到听闻甘蔗滞销的问题已经解决了，邹国公府按照最低市价，在不损害百姓利益的前提下，把长安的甘蔗全收了，而且还南下襄州去收甘蔗。李世民是真的被感动到了，没想到张崇远真的把家里的田地都卖了，用来收甘蔗，替他背这个大锅。这些日子以来，李世民已经通过摆旗私货制，现在的邹国公府已经成了长安城的笑话。都说邹国公府出了一窝二愣子，洪慎啊，真是难为你了。李世民深情地说道。张崇远连忙说道：这都是老臣该做的，甘蔗之事本就是因为臣的失误造成的，陛下没怪罪，老臣已经感激不尽，何来难为之说？这话听得李世民心里那叫一个欣慰啊！什么是肱骨之臣？这就是肱骨之臣。李世民摆手说道：洪慎啊，你就不要谦虚了，这次要不是你在大殿上奏明自己要卖田收甘蔗，一力承担此事，朕不知道要被那些御史喷成什么样子。现在这里也没外人，洪慎啊，说吧，想要朕怎么赏赐？李世民心情愉悦地说道。长孙无忌、房玄龄几人也附声赞道：邹国公高义啊，臣惶恐啊！张崇远赶紧推辞，心说自己地都卖了，可不是就想听几句赞美的。陛下，说来惭愧，这卖田买甘蔗不是臣想出来的，而是臣的犬子想到的。张崇远有点戏精上身的说道。李世民听了一愣，没想到洪慎教子如此有方。朕记得令郎好像叫张彦昭吧？朕上次去国子监，还听孔颖达称赞，是个不错的少年啊。张崇远一阵尴尬的说道：陛下，让臣卖田收甘蔗这法子，不是臣的长子张彦昭提出来的，而是臣的次子张彦慈提出来的。这话一出，长孙无忌几人就笑了，哈哈，抱歉，老夫失态了，不好意思，实在是没忍住。长孙无忌连忙忍着笑说道。李世民一头雾水的问道：次子彦慈，朕怎么没有听说过啊？辅姬，你知道吗？长孙无忌忍着笑意看了张崇远一眼，臣知道倒是知道，就是不敢说啊，臣怕邹国公喷臣一脸唾沫。张崇远此时恨不得上去给长孙无忌一脚，真是个老狐狸啊！你都这么说了，老子还能不让你说吗？你没看陛下那满脸的好奇吗？莫非还有什么玄机？洪慎，让辅姬说一说嘛，朕想听听。李世民一副看热闹不怕事大的态度。赵国公但说无妨。张崇远帅脸一黑，白了长孙无忌一眼，心里骂了句臭不要脸的。就见长孙无忌一脸幸灾乐祸的说道：陛下可听说过长安三虎？李世民一愣，听百奇斯提过长安的3个纨绔子弟罢了，怎么这跟洪慎的次子张彦慈有关系？不错，臣听闻长安三虎，大虎成大疯子，二虎张二愣子，三虎秦三傻子，而这张二愣子就是邹国公的次子张彦慈。长孙无忌憋得双脸通红的忍着笑说道。李世民也笑了，自己刚夸了张崇远教子有方，这就蹦出来个张二愣子，难怪平日里足智多谋的张崇远这次会干出卖田买甘蔗的傻事，感情都是他这二愣子儿子撺掇的。洪慎，草率了，你怎么能听一个二愣子的话？虽然他是你儿子，可你不该听他的话。现在虽然甘蔗的问题解决了，可看到你家落到如此田地，朕于心不忍啊！张崇远尴尬的黑着脸，郁闷的不行。都什么人啊？你当你自己愿意卖地啊？还不是您这陛下不肯背锅，我老张也是没办法才走这一步的。没想到你们竟然君臣一起笑话俺老张，但他也没办法，谁让自己家里出了个二愣子？笑就笑吧，咱该表的功还得表啊！张崇远心里想到这里，便说道：陛下，臣的次子虽然是个二愣子，可臣觉得这次他做得非常对。其实当初臣看到甘蔗滞销后，臣也懵了，不知道该如何办，只想着找朝廷和陛下解决。是臣的犬子听臣说了后，立马阻止了臣。他说这是因为臣的失误，才给百姓造成这么严重的损失的，就应该臣自己承担解决，怎么能找陛下和朝廷呢？这还是为主分忧吗？这是为主添忧啊！于是他就说，哪怕邹国公府卖田卖地，也要帮百姓解决此事。臣听了后思虑再三，觉得臣的次子说得对，于是才同意卖田买甘蔗，为主分忧。开始李世民还想笑张崇远，可听到他后面的话，禁不住的血气上涌，激动不已，汗颜啊！没想到一个二愣子竟然能有如此的见地，这才是真正的国之栋梁啊！传旨，张彦慈幸纯仁厚，忠孝体国，现封邹国公次子张彦慈为县男，赐永业田500亩，10亿300户。长孙无忌等人一愣，什么情况？这就封爵了？虽然是最低的县男吧，可那也是爵啊！这老张是走了什么狗屎运啊？家里一个二愣子竟然也能封为县男。此时房玄龄出来躬身说道：陛下，此事是否过于草率？李世民打断说道：玄龄啊，一个二愣子尚且知道忠勇博体，朕何西夷县男乎？这下连房玄龄也没话说了，只能说邹国公这次是箭在地心啊！张崇远此刻也是两眼通红，激动的大声喊道：臣替犬子谢陛下隆恩，值了！卖了田地换了个县男，没赔本。等到宦官领了旨意，李世民又和张崇远、房玄龄他们讨论起其他的国家大事。而另一边，我刚回到家，正指挥着下人们往库房里搬钱。没错，就是搬钱。我实在是没想到这糖在长安竟然如此的畅销，如此的暴利，这简直就是抢钱啊！可谁让大唐的百姓就是这么喜欢糖呢？我不发财谁发财？正搬着钱，就见张福慌张的跑进来大喊：少爷，不好了，出事
是了，宫里宫里，我那叫一个郁闷，自己这狗腿子什么时候能长点心啊？怎么一遇到事情就是这样？当即就赏了张福一顿佛山无影脚。你有病吧？大白天的嚎丧什么？不能好好说话吗？宫里怎么了？宫里来人了。我说道，来人就来人呗，你喊什么？宫里来人了？难道我爹他惹怒陛下，被他咔嚓了？不能够啊！老张的大限还没到啊！这话听得张福直翻白眼。老爷听到你这么说，肯定揍你比你刚才揍我狠，连忙纠正道，宫里来人了，说有旨意，是给少爷您的。不能啊！难道我爹让我给他当肉盾？我嘟囔道。这时老管家张陆安已经听到动静，连忙大开中门把人迎了进来。只见一个面白无须的家伙走到我面前，问道，你便是张燕慈？圣人传旨还不接旨。当下老管家张陆安赶紧让下人准备接圣旨的东西，等到准备好，就听面白宦官将手中的圣旨双手打开念了起来。敕曰：今有邹国公嫡子张燕慈，忠孝体国，劝父麦田为国解难，性直纯乐。闻其虽性直纯乐，尚且为国分忧，朕何西邑县男乎？兹特赐封为县男，封地二愣屯乡，10邑300户，授二愣屯永业田500亩，钦此。这就封爵了。只是这二愣屯是个什么鬼？这卖了点地就给个县男啊！我听完直接懵了，这就封爵了？老子成了什么二愣屯县男？这简直有点尴尬。虽说这县男是个最末流的爵位，可那也是正儿八经陛下敕封的爵位，从五品啊，这可在长安勋贵2代里是头一份啊。要知道大唐的勋贵虽然多，可要获得爵位成为勋贵，只有2条路，要么立功，要么世袭。这邹国公的爵位就是张崇远跟着李二刀山火海才拼出来的。可现在大唐刚把突厥干趴下，一时间也没啥战士，所以现在军功很少，世袭呢就比较简单明了了，就是你的勋贵老爹嗝屁了，只要你是嫡长子就可以世袭，可那只有嫡长子才能获得，其他的人想都不要想。所以现在满长安的勋贵2代都是啃老族，可现在不同了，我被封爵了，还是因为卖地收甘蔗，这是被封的爵位。我觉得我现在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。要知道满长安的人可是都知道我是个二愣子，还笑话我卖地收甘蔗。李二这是帮我打了长安那些笑话我们邹国公的人的脸啊，还是打得啪啪的响。我接过圣旨后，心里跟吃了蜜蜂一样，那叫一个甜啊！白面宦官笑盈盈的上前拱手说道：恭喜二愣县男啊！我听的那叫一个脸黑，心说这李二不会是跟自己过不去吧？封爵就封爵，就不能给我封个好听点的地名？这什么二愣屯跟哥的气质不符啊！是二愣屯县男，不是二愣县男，不要给本县男减字数，不然小心本县男上奏陛下，告你个诽谤之罪。宦官听了尴尬不已，这二愣子还挺小心眼啊。这时老管家张陆安忙在一边打圆场说道：二公子，多个字少个字有什么打紧的？不都是县男，不要跟宫里来的天使计较吗？我想想也是，自己犯不着跟一个太监计较，人家本来就已经五肢不全，自己这样苛刻要求人家是有点残忍啊。听说五肢不全的人心里容易变态，这样的人惹不起，惹不起啊！我态度立马180度的大转弯，几句彩虹屁就把宦官忽悠的美的要上天。说完便亲手拉着宦官要他去屋里喝杯茶。宦官哪有那心思，他正等着我给他封大红包呢。他进门时可是看得清楚，刚才这二愣县男好像是在指挥下人搬钱。咱家刚才进门时看到贵府似乎很忙，好像在搬运什么东西。我满不在乎的说道：尽是些铜锈之物，想来天使是不会喜欢的。白面宦官听了搓着手，心里直呼：我太他妈在乎喜欢这铜锈，您倒是快用他们来砸我啊！我传个旨很辛苦的。我看到这动作顿时明白了，感情人家这是给自己要跑腿费，不过钱我是不可能给一文的，开玩笑，那可是老子辛辛苦苦挣的。再说了，这铜钱有我的糖香吗？于是我喊道：张福你个狗奴才，还不赶紧滚过来给天使拿点糖？没看到天使在这等半天了吗？白面宦官一愣，什么糖？难道说是麦芽糖？这堂堂的邹国公府，二愣县男不会打算用麦芽糖打发自己吧？正想着，就见那个叫张福的下人拿着一个小袋子来到我身边，我接过后往白面宦官手里一塞，想来天使这种高洁之人是看不上那些铜锈之物，我邹国公府别无长物，只能用这糖来略表心意了。白面宦官接过袋子，还真用麦芽糖打发自己啊！沉着脸回道：那就多谢二愣县男了，咱家告辞。我却一把拦住说道：天使留步，请把这100斤糖也带上，这是本县男送给陛下的，感谢陛下的知遇之恩。白面宦官听了心中一怒，好一个二愣县男，还真是个二愣子，拿什么糖打发自己也就算了，现在竟然还敢拿来打发陛下，那就如你所愿，那咱家就从命了，告辞。说完让人扛起100斤糖回宫复命了。我看着心里纳闷，看来五肢不全的人真的容易心理变态，自己送出这么贵重的礼，这宦官竟然连声谢谢都不说，真是没礼貌。等到白面宦官走了，邹国公府立马开始庆贺我敕封为县男，全府沉浸在一片欢乐中。此时的李世民已经回到了后宫中，一位身穿彩凤宫装的丽人正在陪他说话。二郎，处理政务累坏了吧？臣妾这刚刚熬好了1碗食蜜汤，快趁热喝了吧。宫装丽人说道。李世民满眼柔情地看着宫装丽人说道：灌阴币，这等小事让下人们做就是了，何苦你亲自动手啊？这宫装丽人不是别人，正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长孙皇后。长孙听了微微一笑：你整天忙于朝政，臣妾也帮不上什么忙，熬点食蜜水算得了什么？听说这食蜜是西域刚刚进贡来的，二郎喜好食甜，快趁此尝尝吧。李世民这才端起1碗黑乎乎的汤，享受地喝了起来。正喝着，就见一个白面宦官走了进来，躬身道：奴回来复命，知道了，退下吧。李世民喝了口黑乎乎的食蜜汤后说道。白面宦官说道：圣人，奴去邹国公府传旨给二愣屯县男后，二愣屯县男听闻自己被陛下敕封为县男，感动得无以复加，特意让奴带来一些礼物给陛下。李世民对着长孙说道：灌阴币，都说这二愣县男是个二愣子，可在朕看来，这愣得好啊，就是这二愣子让邹国公卖掉田地，解决了甘蔗滞销的问题。若我大唐多几个这样的二愣子，实乃我大唐之福啊！长孙听得面皮忍不住微微发烫，自己这二郎怎么了？都当皇上好几年了，竟然说话这么草率，不知二愣县男给朕带了什么礼物啊？王景，快拿来给朕看看。李世民心
情舒畅地说道。王景就赶紧叫人把张燕慈送的糖抬了过来。圣人，这就是二愣县男呈上的礼物，说是教堂，老奴想来可能是麦芽糖什么的，不过感觉又不像，沉乎乎的，奴也不知道是什么。王景阴暗的黑了我一把，显然还是对我没给他跑腿费的事耿耿于怀。李世民连忙命人打开一看，只见袋子里是一些细白的布状颗粒，这是什么？王景忙回道：二愣县男说教堂。此时长孙皇后也上前看了看，柔声说道：此物细白如玉，却又坚硬如石，臣妾也不认得此物。李世民一愣，转而龙颜大怒，岂有此理！王景见到李世民发怒，心里冷笑一声：二愣县男，你完了，竟然敢用石头子欺瞒陛下！只听李世民怒气冲冲地说道：没想到邹国公府竟然困难到这个地步，真乃朕之过也。龙颜大怒，不是该找个人出气吗？这怎么这看着有点不对啊？哪知李世民突然转过身，对着王景啪就是一巴掌，然后冷冷说道：狗奴才，再有下次，朕打断你的腿！王景此刻吓坏了，赶紧委屈地退下。就在这时，突然有宦官禀告说太子求见。李世民整理了一下情绪，点头让太子进来。只见太子李承乾兴高采烈地边走边喊道：父皇母后，儿臣这有样好东西想给你们看看。李世民一见李承乾这样，跟大多数的父亲一样，立马沉下脸呵斥道：毛手毛脚的，像什么样？李承乾立刻跟老鼠见了猫一样蔫了。长孙皇后看不下去，忙开口问道：刚才听闻你有好东西给你父皇和母后看，不知是何物啊？李承乾到底还是小孩心气，一听这话立马又开心大声说道：父皇母后，你们可能还不知道吧，今日儿臣听闻长安城出现一种极其珍贵而且又风靡的石蜜，儿臣知道父皇母后喜食此物，特意派人采买了一点点让父皇和母后尝。说着，李承乾从怀里掏出一个小锦囊，从里面倒出几块东西来。李世民和长孙皇后一看，不禁眼神一皱，这东西看着咋这么眼熟？你说的石蜜就是这个东西？李世民皱眉地问道。李承乾一愣，搞不懂自己费尽巴结买来的上好石蜜，父皇以前都特别高兴，这次怎么情况有点不对啊？只见长孙皇后指着边上一个袋子说道：乾儿，你来看看这个。李承乾顺着方向一看，禁不住倒吸一口凉气，惊叫道：父皇，你们怎么会有这么多石蜜？看着竟然有100来斤之重啊，这可是差不多价值200多贯钱呢。你说什么？这东西是石蜜，价值200多贯？李承乾点点头说道：是啊，此物就是石蜜，却比西域进贡来的品质好了100倍。今日有人在长安突然大量贩卖此物，说此物叫做糖，是一种新石蜜，市价200文1两。儿臣听说后，赶紧派人去买，却没想到到了那就剩这么一点点了。乾儿，此物真的是石蜜，可以食用吗？长孙皇后问。是的，母后，此物确实是石蜜，新名字叫做糖，可以食用。不信臣吃给你们看。说完，李承乾从袋子里抓出一小块，扔到嘴里就嘎吱嘎吱的嚼着吃了。这把李世民和长孙皇后看的那叫一个呆，这孩子是有多馋啊，果然美得很啊！没想到父皇母后这里竟然有此物，还这么多，不知道是何人，竟然能一次弄到这么多的糖。李承乾边吃边问，只听李世民悠悠地说道：此物是新丰二愣屯县男张燕慈送来的。燕慈，张二愣子。李承乾吃惊的大叫。长孙皇后此刻也是很震惊，莫非此物是此子弄出来的？不然怎么一出手就是这么多？现在的邹国公府应该没这么多钱去买吧？只见李世民一挥手，来人，叫百骑司速速查清此事。很快百骑司的情报来了，果不其然，据百骑司的探子来报，这糖正是在邹国公府麦田收购了甘蔗后，没多长时间，邹国公府在长安的一间铺子就出现这种叫糖的新石蜜，并且获利巨大，仅仅一天就获利高达1200多贯。李世民听着百骑司的汇报，又看了看桌上剩下的那碗黑乎乎的石蜜糖，顿时觉得什么也不香了。灌阴币，朕好想收回赤峰二愣屯县男的旨意。邹国公府夏朝回来的张崇远把我叫到跟前，看着我这个二儿子，那叫一个感慨，没想到我这个二愣子的儿子居然被封爵了。虽然是最末流的县男，可那也是爵啊！我看以后谁还敢笑话老子的儿子是二愣子？二愣子咋了？老子二愣子儿子能封县男，你们能吗？张崇远此刻那叫一个扬眉吐气啊！他觉得自己的人生都快达到巅峰了。我无语的看着张崇远说道：老爹，一个县男就把你乐成这样，我要是封个国公，那您还不得乐得上天啊？还有啊，能不能让陛下给我换个封地啊？这二愣屯县男跟我气质不搭啊！张崇远听了，上去就是一巴掌。你又犯二愣子病了不是？说什么胡话呢？你当这是什么？说改就改的吗？这是敕封，是要造册登记的，还要昭告天下，怎么能说改就改？如果李世民在这，一定会说，朕不仅能改，朕还能收回这敕封。你这张二愣子不愿当这县男才好呢。张崇远突然发飙，你个二愣子，竟然还敢咒老子上天，看我不打死你这逆子！我一看不妙，赶紧就跑到了门外，边跑边喊：老头，不能打啊！我现在也是县男了，你不能打勋贵，不然我上陛下那告你去。张崇远那叫一个气啊！你个兔崽子，老子一个国公揍你一个破县男，那是理所应当的。你就是告到陛下的，陛下也会赞同老子揍你。一顿胖揍后，张崇远觉得自己的心情比上次揍我还愉悦，难道揍县男儿子能增加自己的愉悦感？这时又有一些装钱的车运回邹国公府，张崇远站在院里，看着一车车的钱往自己家拉，都快把自己的美髯须揪乱了。燕慈啊，老子这不是在做梦吧？这些都是卖石蜜赚的钱，那叫糖，不许再叫石蜜了。我听着反胃，我怨念很深的说道：行行行，叫糖，这些都是卖糖挣的吗？张崇远再次问道。我点点头，那不然呢？咱俩把地都卖了，又没收成。张崇远震惊了，这来钱也太快了吧！我不屑的说道：这才哪到哪啊，这才第一天，以后咱家天天都会进这么多钱，每天都进这么多钱，这岂不是发大财了？这下长安那些笑话老子卖田买甘蔗的人估计要哭了吧？没想到我邹国公府卖田地买甘蔗，不仅儿子被封为了县男，而且还能每天赚这么多钱，哈哈哈！不行了，不行了，老子受不了这个，太刺激了，我得躺回去，顺便让管家给我来碗糖，让我压压惊。张崇远激动的说完，捂着心口回自己屋里去了。我见张崇远走了，这才揉了揉自己受伤的屁股，然后往
往椅子上一窝。浮生，你个狗奴才，我让你做的冰棍你还没做好吗？还不快把本县难研究的冰棍给我拿过来！你想热死我吗？刚喊完，就见张福端着一盆东西进来，边跑边激动地喊道：少爷硬了，真的硬了！我脸皮一抽，骂道：硬你妹啊！老子可是正经人！只见张福把盆子往桌子上一放，一脸崇拜而且又谄媚地说道：少爷，您真乃神人啊！小的说的是这什么冰棍硬了？我瞪了张福一眼，狗奴才，以后能不能把话说完整？你知不知道，你这样会被少爷我打死的？张福听了不明所以地点了点头，其实他什么也没听明白，我也不管他，直接掀开盆子，只见大盆里面还有一个小盆，大盆里面满是冰，小盆里则是几根方形冰块，赫然就是白嫖厚实烂大街的一种冰蜜老冰棍。我连忙拿起一根，吭哧就咬了一口，等到冰棍入口，我忍不住的热泪盈眶，终于能吃到自己心爱的老冰棍。我吃着自己这大唐版的老冰棍，心里感叹不已。等到发现张福在眼巴巴的望着自己的时候，我心里一叹，老子怎么就这么善良呢？来，福生，赏你一根尝尝。张福立马激动的哭了，少爷真是太好了，居然还会想到给自己一根，您真是太好了，奴才太感动了，真恨不得以身相许啊！噗，再恶心本少爷，本少爷真的打断你的腿，赶紧拿了滚一边吃去，不要影响少爷我的食欲。张福吓得赶紧拿了一根冰棍蹲到一边吃去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本集的故事就先到这儿告一段落。我呢是这个频道的创作者，说实话，制作这期视频呢花了我不少心血，希望你们会喜欢这种沉浸式的观影体验。如果这一集影片有让你看到忘记时间，请一定要帮我点个订阅，这对我真的很重要。另外，因版权的关系，未删减版我已经整理好放在置顶留言区的链接里了，大家呢现在就可以点开下方留言区，我们在完整版见，拜拜。